无法重复而掌握的。マジで無理じゃんこりゃ。关注彼得，分享心得。大家好，我是彼得大叔。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怎样快速掌握一门外语的口语。我的神啊，冻死我了！掌握外语口语最有效的方法是重复。俗话说啊，熟能生巧。我个人认为啊，按照这个咱们习得方法，技能呢可以分为2种。它第一种呢，就是咱们可以通过重复的练习而呢掌握的这种技能。另一种技能呢，就是你重复练习可能也很难掌握这个技能。这个就是由于啊这个每个人的性格、思维等等因素而决定的。然而对于这个外语口语来说呢，我觉得它是可以通过重复练习而获得的，算是很简单的这个技能吧。而且呢，它这个也很容易出成效。记住一个重点，口语是用身体记住的。如果你的舌头啊、你的嘴这些肌肉没有习惯外语的发音、外语的口语这种运动的话，是无法说一口流利的口语的。用大脑的这个逻辑思维，我们经常比如说跟这个外国人在交谈，或者我们在跟别人说外语的时候呢，你用逻辑的思维一点点拼出这个句子呀，不如你用脑子把它记住，就是这些句子记住。这里说的我们就不是说是死记硬背啊，而是通过这个不断反复重复，让你大脑呢它自己就自然而然把这个句子就记住了。下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和方法。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呢，还请各位来这个批评和指导。第一点呢，纠正发音。当时呢，我就是找到了一个和自己声音比较相似的这个发音来练的。比如说你可以找这个外语的录音呀，这个什么电影啊、教材呀，什么就是 radio 这个什么录音收音机啊，反正什么都行，跟你自己声音相似的，然后你就模仿它的发音。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注意一个方言的问题。比如说呢，英语里面它分了这个美语和英式英语，对吗？它有些地方这个发音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热这个词啊，在英式英语里面它应该是叫 hot， 然后变到美语里面它应该就变成 hot，it's kind of hot， right？ 就变成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希望大家不要搞混，不要说我又学了这个美语的发音，然后中间又夹杂有这个英式的发音，这样你练起来的话，可能就感觉就比较混，这样练就你自己都会练得不明白，而且跟别人说的时候也就感觉比较怪怪的。这个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然后呢，就以我自己为例吧。当时呢，我在大学的时候还是3年级吧，我用的是这个复读机。我记得就是为了练英语啊，我就练习了这个第一个句子，就是叫这个句子叫 To tell you the truth, I'm a lot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water being so cold。这句话是出自《泰坦尼克》里面 Jack 说的一句话。这个是在 Rose 在跳海之前，他去劝说 Rose 不要跳海这句话。当时呢，就是只觉得这个很酷嘛，就是因为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嘛。当时呢，这个里面有很多词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的时候，它并不是就是说老师会告诉我们真正的发音是什么，而且我不知道这个词怎么会念成 water， 因为我学的时候老师教授 water 或者这之类的发音啊，所以呢，我当时在 water 这个词上就花了将近2个小时，就是不断的重复这一个单词，然后最后才将自己的发音才纠正过来。当然如果你是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重复学习你小时候学过的音标这些包括这个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之间的区别呀，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对你发音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第2点，练口语的口感。当然呢，我会选择我喜欢的句子来练这个口语的口感。
就是我当时呢，就是用了很多，也不能说很多吧，就是用一些电影的台词，比如说有一句叫 "Do you know fear? Do you know what's like feeling your heart beating your chest so intensely that you can't even breathe?" 就觉得很好玩了，就是。然后呢，当时我可以背诵泰坦尼克号一半以上的台词，就是这样的方法呢，就你就慢慢把自己的这个节奏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一个语言的节奏你慢慢会掌握的。这里面呢，关于这个练习口语的口感，这里面有2个方法，一个是用平常的语速我们来练习这个节奏。练习节奏的时候，你并不需要把每一个单词说得非常清楚，而是，比如说我刚才说那个，to tell the truth, I'm not concerned about the water being so cold。你可以说，就是这种节奏，包括它这种声调，你先熟悉这是一个平常的语速来练，然后用超慢的语速来纠正每一个地方的细节的发音。这个是我就是一个心得体会吧，就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第3点呢，就是你要学一些日常的用语，课本上呢就是往往这个老师不会教到这些口语包括日常用语，所以呢你可以去专门找一些就是相应的教材去学习，当时比如说，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就是口语是用身体记住的。你千万不要你不用刻意的去背或者是记忆，你只要每天机械式的听一听，说一说，重复。其实你就每天挂个耳机吧，我走路看电视坐地铁就是你干什么时候都可以边听边练，然后你这个身体它自己会记住这个的，就不用你去专门我用脑子去记。其实就不用这个非常方便，而且非常实用的其实。然后第4点呢，就是多看外国语的电影，或者是电视连续剧，或者你喜欢那些东西，这样就不会让你感觉到这个学外语的口语是那么的枯燥。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第5点，每天和自己和自己说外语。我当时是在这个早上就是晨读的时间，早上出去之后会练习1个小时，跟自己聊一聊今天自己的心情或者昨天是做了哪些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天气如何 the weather， 天気はどうですかみたいな感じで，就是天气怎么样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你慢慢的你就会形成一个这种习惯嘛，因为就是你在跟别人交谈的时候，你会自然用到这些用语的。最好就是把你之前学过那些日常用语用到你每天去说话这些地方。如果你不是很清楚自己就说自己每天要用的这些话是对还是不对，这个就很方便，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就是网络它其实是非常发达的。你即使不会的话，你可以去网上查资料都是免费的，或者你可以去问你的那个外国朋友，他都会告诉你可能会告诉你一个正确的答案，都会方便你去练习。第六点，中国这叫六大顺666第6点呢，就是每天呢尽量把自己听到的这些话在心里立即翻译成外文。我当时呢就是那个因为在上课嘛，我是一个理科生上课的时候老师讲这些课，可能我就是他讲完他每讲一句话或是半句话，你就用外语，我当时用英语就把它翻译出来，在自己心里翻译出来。当然就是很简单的词，你要发现自己不会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些单词不会，但是你对一个句子这个整体的意思把握就是它这个构成，慢慢你就会熟了。当时呢那个可能就是一开始不太熟，但是你慢慢肯定会掌握的。以上就是我自己这个我自己研究的方法和经验。我用了3个月，仅3个月突破了英语口语，也用同样的方法短时间的掌握了日语的口语。要知道
我当时在那个就是中国大陆考这个英语4级，我考了4次，他那个 CET 嘛，我当时实在没有办法，应该是快到大4的时候，因为要毕业会有毕业压力，我如果还过不了，我就担心我还过不了4级的话，我可能会找不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所以呢，我当时就是想去用口语的方法弥补我这个，就是如果是没有拿到4级证，然后用了3个月之后，我就突破了。这个时候之后呢，我再去找了，就是说偶尔我能碰着这个老外吧，跟他聊一聊，发现我就完全可以日常沟通。也是有去过，很少去英语角，去过1次2次，就是感觉自己就是反正我说句不好听，就是感觉比我强的人真的没多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能是算是很高效一个方法，如果可以帮助到你的话，将来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做一些这个学习外国语的具体的这些教学视频，就分享给大家吧，希望我们能共同提高。如果你有更高效的方法，就请你在下方留言，然后咱们一起讨论，好吧？谢谢。最后，欢迎订阅，感谢您的支持，谢谢，再见。实在太冷了，哥们儿要去泡温泉了，扛不住了，拜拜。